外星生物入侵，人类被屠杀灭族，地球资源枯尽，末世之下，残存的人类只能吃树皮为生，而我却开着一间物资丰富的小超市，就连我的狗都能天天吃上牛排。只因我觉醒无敌超市系统，只要在这小超市的食品里范围内，我就是神，就是无敌的存在。该死的，你们情报部门都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只有1名临近瞎戮者吗？为什么现在是2名？如烟，我们也是刚刚得知，瞎戮者在情报部门安插了内鬼，这次的情报就是他透露出去的，你一定要坚持住。我已经安排了莫云前去接应你，半个小时他就能赶到你坐标显示的位置。半个小时你们就等着给我收尸吧。挂断了设备，如烟竟看到了一家超市。这末世怎么还会有超市？不管了，去看看。洛东，你的厨艺真是一言难尽，太难吃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有口吃的就不错了。你那份牛排如果放在外面，都够买我命了。再说了，凭什么你的吃喝拉撒都要算在我头上？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个系统化身而已。你总不能让一只狗出去挣钱吧？你挣不了钱，少吃点总行吧？我能吃能拉啊！特么的，你就不能吃点便宜点的东西，比如泡面、辣条什么的？啊，我是肉食动物，这些东西不利于我的生长发育，而且狗不能吃太咸。而且你个屁，你就是来坑我的，还什么系统化身，就是想把我吃破产。哎，这狗系统就是来坑我的，既然现在不能节流，那只能想办法开源了。狗系统，给我查下余额。您当前的余额为负4384元。警告！警告！负债超过5000，超市将面临倒闭的风险。一旦倒闭，宿主将会被抹杀，请宿主尽快搞钱。为什么负债你心里没点 ABCD 数吗？要不是你这狗系统化身这么能吃，我能倒闭吗？洛东噼里啪啦地问候了系统的180代，却没等来系统的回应，无奈只能退回现实。如烟进门后看见这一排排的货品和食物，不由得震惊。难道100年前的末世没有降临？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境而已。虽然疑惑，但也很快回过神来，指向一碗方便面。老板，这个泡面加火腿多少钱？70块。如烟毫不犹豫，从身上掏出钱币给洛东。不一会，一碗香气扑鼻的泡面已经端在了如烟面前。如烟马上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是我这20年来吃的最美味的食物了，谢谢你了，老板。不过老板，我能问问你这些食物都是从哪里得到的吗？不好意思，无可奉告。足言哑然，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接。不过想来也是，末世之下谁会将自己的生存手段告诉他人？来小卖铺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闭吸弹效果也只有5分钟，时间一到，瞎戮者就会顺着气息追踪到此，再不走就会连累店主了。老板，我先走了，你这里面随便一种食物放在外面，都会引起一场疯狂的杀戮，你要小心点。如烟说完向点头示意，随后推门而出，消失在了夜色当中。狗子，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错了。哪里错了？我们没有抓准客户群体，这个世界哪些人最有钱？当然是那群觉醒者。错，普通人在这种末世之下活下去都已经成了一种奢望，但是那些觉醒者不同，他们击杀敌人可是有赏金的，尤其是那些高级别的觉醒者，身上一定积累了不少钱。不光是这些食物，只要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变成钱。我说根本没必要这么麻烦，来一个抢一个，反正在这10平米的范围内，就算是神也得给我跪下叫爸爸。生意人自然要有长久之道，你抢几次下来，都把人吓跑了，谁还敢来？嘿嘿，除非别人来抢我们。刚才那个瞎法者怎么就没动心呢？要是他出手抢夺，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他扒光了。你在想什么？瞎法者一般都是守护这个世界的觉醒者，很少做这些苟且之事。只不过追他的那2个瞎戮者可就不一定了。在这个末世，觉醒者有2个阵营，一种是瞎法者，另一种是瞎戮者。瞎戮者为贪婪而杀戮，瞎法者为守护而战，一字之差，云壤之别。从女子进门，洛东就已经洞悉了女子的一切信息。就像狗爷所说，只要在这个10平米的范围内，他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敌存在。不一会，2名身披黑色铠甲的人走了进来。欢迎光临。小子，有没有见过一个身穿风衣的女人？见过呀。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她吃了一碗泡面以后就走了。那泡面多少钱一碗？50，加长的话70。好，那你给我们每人来1碗。好的，不过要先付钱。我俩今天没有带钱，明日亲自给你送来。不好意思，小本生意，概不赊账。你他妈真以为老子在跟你商量吗？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5分钟的时间，将这些东西全部给老子打包封好。太好了，你们是来抢劫的吗？哈哈，你们是来抢劫的吗？你跟他废什么话？老子今天不但要抢货，还要杀人，还有这条傻狗，看着不太聪明，也能宰个几斤肉。想抢我的东西，真是厕所里典当找屎！你是觉醒者？感到不对劲，2名铠甲青年同时后撤，想要离开这间小卖铺，但是还没等他们动身，一股威压突然间降临在了这间屋子里面。哼，说谁是傻狗呢？还想要吃老子啊呸！
狗爷发财了，一共收获1430块。我就说吧，挣钱哪有抢钱快？不过这两个杀戮者为啥这么有钱？刚才那个瞎法者身上可是连100块钱都凑不齐。当末日来临，考验的首先的就是人性，善者会为守护而战，恶者只会更抢夺烧杀。没想到你还挺有正义感。正义个屁！我吓他们是想抢我的东西，主要他们还垂涎你身上的这几斤狗肉。当狗的能忍，我当主人的能忍吗？你说能不能忍？你说啊，不能，以后都听你的。如烟俯视着脚下的这座城市，曾经的高楼灯影，可直到未知生物的降临，都变成了一片片的废墟。如烟，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一点小伤。那两个杀戮者呢？我也奇怪，为什么他们没追来？按道理他们早就发现了我的位置了，难道不好？他们可能追踪到店主那了。莫云刚想开口，但是却突然发现了楚然身上散发出的精神力，惊讶道：“如烟，你的状态怎么这么好？不是被2名民警追杀吗？”如烟马上把刚才遇到的情况如实的跟他说了下，意识到不对，两人迅速的朝着小卖部疾驰而去。欢迎再次光临，老板，你没事？看来小妞还挺有良心。呵呵，我能有什么事？刚才有没有2个身穿铠甲的人进来？是有2个不长眼的家伙。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吗？那2个狗家伙的吃饭不给钱，还想把我的傻狗宰了当火锅，吃霸王餐就算了，还想要宰我这条傻狗，我忍不了。然后呢？然后就被我赶出去了。当然，我这是小本买卖，自然也不可能让他们吃了霸王餐。最后，我让他们给我押了2件东西。这可是杀戮者的信息啊！如今出现在他手上，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被眼前人畜无害的店主杀了。难道店主也是觉醒者？可身上却没有任何的精神力波动啊！试探一下他。哈，看在你们能够再次返回小卖部的份上，这一次饶你们一命。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割你3条腿。老板，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试探而已。你饿不饿？一份鲜嫩多汁的牛排端到了莫云眼前，这是给我的。当然。反复确定了一下对方并没有开玩笑，莫云伸手接过盘子，随即便狼吞虎咽了起来，心中对于洛东的形象瞬间拔高了数个层次。自己冒犯在先，人家却不计前嫌，还给我吃好吃的，看到没？这就是强者的格局。好吃吗？好吃，谢谢老板。客气啥啊，都是熟人，谢谢200块。什么200块？当然是牛排啊！怎么，你想吃霸王餐？狗爷，关门放狗！有人要吃霸王餐。别，老板，我给。莫云随即把身上仅有的200都给了洛东，立马拉着如烟跑路。洛东，你是真的狗呀，我服了。队长，老板是什么境界的觉醒者？是战境吗？绝对不止战境，战境的我遇到过，但是没有人能够像小老板给我这么大的压力。难道是极境？不会吧，这个废弃的都市怎么会存在极境的强者？我们先将今天发生的一切汇报给庇护所，让教官决定派1名战境或者是极境的瞎法者来，如果能招揽进阵营最好，如果不能就只能……我家的狗天天都要吃上99块牛排，而我每天却只能吃1碗泡面，只因我意外觉醒超市经营系统，而我家的狗子是系统化身所变，每天都有牛排供应，而我却因为经营不善，在这末世之下无人光顾，导致负债累累，即将破产。现如今自己还欠系统2684块，小卖铺现存的货物价值是3100块，只要将小卖铺内的东西全部收完，债务就还清了。可问题怎么卖出去？你可以出去外面叫卖啊！我操！你是想叫我去送死吗？在这个小卖铺，我虽然是无敌的存在，可一旦离开这10平米的小卖部，最低级的觉醒者都能把我嘎了。就在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欢迎光临，觉醒者，小商贩一个。商人可没有能力在2个瞎戮者手中活下来。开店嘛，总要有点保命的手段，不然都来我这吃霸王餐，难道我去喝西北风？有没有兴趣加入瞎法者阵营？不好意思啊，不想。只要你愿意加入瞎法者阵营，我保证你这辈子衣食无忧和安全。说的我现在是吃不上饭了，还是没地方睡了？不加入你们瞎法者，我照样吃香的喝辣的。你确定吗？不再考虑下？我就是个商人，谁有钱我就跟谁做生意，守护世界的任务还是交给你们吧。有钱就跟谁做生意，意思就是这些食物可以卖给他们，同样也可以卖给瞎戮者了。既然如此，那我只能得罪了。呵呵，你是想杀我还是想将我绑回去？哎，你知不知道，1块面包就可以让1名灵境觉醒者的状态提升到巅峰？如果食物让瞎戮者得到，那会是一场灾难。我不杀你，但请老板去一趟庇护所。哎，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只有2个选择，一是我在你们的庇护所当中，二是你消失在这个世界。黄忠实教官，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和身份，我还知道你们情报失误，最近正在为一只未知发愁。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黄忠实表情近乎疯狂，因为这些事情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跟第2个人讲过。你是瞎戮者？你怎么不说我是不是未知呢？没脑子的老家伙！我要是瞎戮者，你2个手下就走不出这个小超市，就连你也将会变成了一具尸体。你觉得极境很牛逼吗？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找到这只未知。你有办法能找到未知？当然有。什么办法？狗系统查询找出未知的办法。找出临近未知500块，击杀临近未知2000块，找出战境未知1500块，击杀战境未知8000块。3000块我就告诉你。
看着对方不相信的样子，洛东无奈地向系统借了狗带，负债也从负2684变成了负4184。这是冥魂烛，只要未知出现在你10米范围内，就会让它现出原形。但是你得保证测试的人都是巅峰状态，否则冥魂烛的测试将会偏差。但是我怎么保证庇护的人都是巅峰状态？他们食物都有限，根本就不可能。老黄同志，我知道你们下发者辛苦，也知道你们的资源紧缺，但是未知可是大患啊！一日不除，你能睡得安心吗？不能。作为人类的守护者，他们应该战死沙场，而不是莫名的死在庇护所内。作为领导，你不应该体恤一下他们吗？老板，那我该怎么做？哎，罢了，我还有一些泡面，我按9折的价钱卖给你，就为地球的守护者尽微薄贡献吧。谢谢老板。不用谢，100桶泡面4500块。老板，是不是有点贵了？老黄同志，这100桶泡面不但能揪出那只可恶的未知，更救了无数下法者的命啊！难道他们的命连区100桶泡面都不如吗？如果是这样，那你走吧，就当我瞎了眼看错了你这个人。老板，你别说了，在我眼里，他们的命胜过一切。区100桶泡面又算得了什么？再来100根肠。黄周石爽快地付了9300块，拿起东西准备要走时，老黄，等等，这2袋小面包是我私人送你的，我就当做了个赔本买卖，谁让我看你顺眼呢？老板，你真是好人呐，世间还是有真情在啊。咦，你这只宠物好像在笑啊。你看错了，它是哮喘，老毛病了，等下就把它宰了烫火锅。那我先走了，老板保重。狗子，我们发财了。洛东，你认真忽悠的表情可真贱啊！这怎么能叫忽悠呢？这叫销售技巧。话说，你那2滴眼泪是怎么下来的？太逼真了，我真服了。我就是想了想你每天的伙食费，眼泪自然就下来了。滚球！很快庇护所的每人都领了泡面和火腿，但冥魂烛燃烧了快一半了，还没有反应。东西都快发完了，这个冥魂烛还没有反应，难道小卖部的老板是个骗子？小黄啊，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李伯，你来庇护所30年了吧？这么多年辛苦了，这点食物您拿回去吃吧。谢谢你了，小黄。李伯正准备向前走去拿食物，桌上的蜡烛猛然开始剧烈的燃烧。哼，终于找到你了，我今天就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哼，终于找到你了，我今天就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没想到你竟然能发誓。你没想到的多了。减23时。误堪一击。教官，你是怎么发现这只未知的？是小卖部的老板教我的，不然我也找不出这只未知。看来他比我们想象的要神秘很多呀。此时小卖部里，洛东终于还清了自己之前所有的债务，心情极度舒畅。狗系统，给我查余额。您的当前余额为1616元，恭喜还清所有债务，请尽快提升超市等级。狗子，超市等级是什么东西？提升超市等级可以扩大无敌领域范围。无敌领域还可以扩大？当然能。你以为本系统的能力只在这10平米的范围内？那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我以为没几天你就会破产了嘛。我操！系统，给我升级。升级失败，您的余额不足5000元。我要贷款。正在升级，您当前的余额为负3384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5万元。超市等级升级后，洛东的无敌领域也由10平米扩大到50平米范围，一直延伸到对面的街头才停了下来。走，狗子，我带你出去溜溜。老板，能不能暂时收留这个姑娘？洛东望着眼前的少女，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浑身微微颤抖，目光空洞。不能，我这个地方只做生意，不能成为你们的避风港。老板，我知道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但是这个小姑娘身份很特殊，绝对不能让她落入到瞎戮者手中。麻烦我不怕，但是不能坏了规矩。老板，这些是我这几天获得的赏金，就当是她的伙食费。在这些钱用完之前，她不会少一根汗毛。得到洛东答复后，如烟道了一声邂逅，身影飞快地消失在了原地。洛东看着小女孩，目光呆滞无动于衷，随即目光微闪，少女内心当中的恐怖场景一幕幕浮现在她眼前。小小，你快跑，快跑啊！爷爷，你们不要吓我爷爷！爷爷！愤怒之下，少女崛起一路后挺，瞬间将杀戮者轰成了一堆残渣。这一幕正巧被赶来的墨云如烟看到了。看来杀戮者要开始接管这个城市了，所以开始了无差别的灭杀行动。洛东随即拿了一碗泡面放在少女面前，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别的。听到熟悉的声音，少女空洞的目光中有了一丝情感。大哥哥，我爷爷死了，是为了让我逃跑，他很爱我，他每天只吃半根能量棒，剩下的都给我攒着，可我现在没有爷爷了。你现在还活着，就是他最大的心愿。爷爷说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你送他的半碗泡面，只不过
他只吃了一口，剩下的都留给我了。他还说，如今的世道，谁愿意给你一口吃的，他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你爷爷说的没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小小，我爷爷起的。此时3名身上带着浓重血腥的杀戮者等了进来。大哥，有好多食物。3人看到货架上的食物，眼中蕴含着贪婪之色，只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从进门开始，少女浑身就开始颤抖，眼睛刹那间变成了冰火2色，强大的气息突然爆发。双属性觉醒者，这可是同阶无敌的存在，只要将少女的行踪报告给杀戮者总部，我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大哥哥，我是不是给你带来危险了？我既然敢答应别人将你留下，自然不怕惹祸上身。不多时，5名战境杀戮者出现在小卖部门口，目光同时落在少女身上。跟我走，组织会培养你成为强大的杀戮者的。少女身上再次爆发冰之力，只不过这次却被这名战境杀戮者轻易的抵挡下来。杀了他，把物资带回去。几名杀戮者脸上露出一丝嗜血的笑容，手中短笔化作一道残影飞向了洛东。他不能跟你走，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客人，只要他不想走，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带他离开。别杀我，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那你就去死吧。不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是赵天武，是他让我们来的。前辈，求你饶我一命。你想活吗？想，只要前辈愿意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行。那你回去告诉赵天武，就说是我杀了你们杀戮者的成员，让他来替你们报仇。杀戮者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随后想到了什么，连忙开口：前辈放心，我保证不会将你的消息透露出去，我发誓。按我的意思去做，否则你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滚！前辈，我现在就去找赵天武。等等，你弄脏了我的地盘就想一走了之吗？老板，我赔钱。杀戮者将所有的钱都留下后，身形如同闪电一般逃了出去。洛东也收获了13384块钱。这个大哥哥好厉害呀！如果我能像他一样厉害，是不是就可以为爷爷报仇了？大哥哥，我想跟在你身边。跟着我干啥？我想变得跟你一样强。那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王中士，别费劲了，同样都是极境，只要有我在，你是走不了的。没想到堂堂银市第一教官赵天武也成为了未知的一条狗。那又怎么样？最起码我不用再担心有一天会饿死街头。这家伙这缠着自己不与我死战，就是为了给杀戮者争取时间。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未知的肃清计划可能已经成功了。叫做碰到神秘强者，战境小队除我之外，全军覆没。坐标我已经发给你了。王中士，你玩阴的，这座城市竟然还有一名极境。说完，赵天武急速向着坐标的地方赶去，留下黄忠实一眼错愕。难道总部派人过来了？不对呀，就算是总部派人来，最快也要2天时间。难道是小卖部的老板？赵天武很快的赶到了小卖部里，正疑惑的看着洛东等人。欢迎光临，是你杀了他们？他们一来就喊着打打杀杀的，我这人胆小，为了我自身的安全，我只好先把他们杀了。按理说，我这属于正当防卫，你是来给他们报仇的吗？赵天武明白能将整支战境小队都灭杀在这里，实力定然强悍无比，纠缠下去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只要将这名双属性觉醒者带回去，4名战境杀戮者的死微不足道。只要你把这个少女交出来，他们的死我可以既往不咎。那可真是太好了，赶紧带他走吧，这小家伙能吃得很，早晚我得让他吃破产。这么简单让我带走他？难道他不知道个少女是双属性觉醒者？赵天武眼神微动，正准备走上前去想带走小女孩。不过他在我这里洗衣做饭，累了还能给我揉肩捶背，倒是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你能留下一点钱的话，嘿嘿。原来是个奸商，不过对于一个双属性觉醒者而言，金钱又算得了什么？你尽管开口，你就随便给个100万吧，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怎么样？你在耍我是不是？不是让我开口的吗？你要是不满意，可以还价呀。我如果1分钱都不想花你。赵天武冷哼一声，大道的力量开始在他身上凝聚。哈，想想之前出手的那几个人，现在都已经死了。洛东眼中一闪，一股强悍无数倍的浩瀚气息骤然间爆发。在这股如同天威的霸道力量下，赵天武一瞬间就被压在了地上，无法动弹丝毫。他是超凡境，不，这不是超凡境该有的力量。他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死就在我的一念之间。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赵天武明白对方想杀他，不费吹灰之力能留他到现在，一定是有目的。看来这人倒是有点脑子，不像那些只知道磕头求饶的蠢货一样。洛东随即将威压解除，一份契约出现在他手上，缓缓地飘向了赵天武。用你的精神力签下这份契约，永远臣服于我，我就可以饶你一命。赵天武看着眼前的契约，一张超市劳动合同，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不平等条约。随后无奈地按洛东的要求，在契约上面签下了他的名字。
很好，从今以后你就是小卖铺的第1位员工了。任凭老板吩咐。我知道你心里很不愿意，但是你跟我了以后，对你来说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小的不敢。只要你能获得足够多的贡献，别说一个小小的寂静，就算是圣境，我也可以让你轻松达到。老板的实力强的这么离谱，他该不会真的是个圣境强者吧？老板，我觉得小卖部是不是有点脏了？我来打扫一下。赵天武从角落里找到打扫的工具，身影飞快地穿梭在小卖部内，利索地忙碌了起来。而此时黄忠实也追了过来。赵天武，我跟你拼了！黄忠实瞬息而至，手中的刀就要顺势劈下，但是突然间，一股强大的威压出现在小卖部内，瞬间把黄忠实手中的刀震碎。这把刀是虾法者阵营用特制的材料制作而成的禁器，就算是超凡境的强者也不能在其身上留下一点印记。老板到底是什么境界？老黄同志，虽然我们认识，但是小卖铺内禁止动手。老板，他是杀戮者。他以前是，但是现在他只是我的一名员工。老板，杀戮者生性残暴，你留着他日后必是隐患。他说你是隐患。赵天武对老板绝无二心，否则让我精神泯灭，肉身崩溃而亡。你看，他都发毒誓了。黄忠实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赵天武他动不了了。想到战死的那些队员，他的心里一阵悲痛。老黄，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真正害死这些普通人和你手下的，并不是杀戮者。不是他们还有谁？那个时候觉醒者同属一个阵营，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分崩离析？因为他们狗改不了吃屎。呵呵。觉醒者阵营会产生裂变，是因为食物已经供不起如此巨大的内耗，人们都在饥饿当中苦苦挣扎。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和食物，自然会迫不得已加入未知的行列。今天就算把他杀了，明天还会有王天武、李天武，那我就将他们都杀了。恭喜你，未知也是这么想的。未知的目的就是要以最低的战损将人类抹除在这个世界。他们以食物为诱饵，将那些饥饿当中的人招揽至他们麾下，就是让你们自相残杀。从末世降临以来，你们杀了多少下路者，又折损了多少下法者？但未知呢？你们又消灭了几只？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自己人打自己人罢了。黄忠实心里莫名的升起一丝寒意，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就算如此，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阻止。先不说未知强悍莫测的实力，他们身上强大的隐匿能力，就让我们无从下手。哈，你找不到他们，并不代表我找不到他们。各位队友同胞们，今天要去灭杀那可恶的未知异兽，我不能保证你们能安全回来，你们怕吗？不怕。为何不怕？为了我们的祖国，不怕就是不怕。好，大家都是华夏的好男儿，全体都有，跟我走，出发。教官，是这里吗？如果信息无误，就是这里了。黄忠实目光一闪，澎湃的力量爆发而出，对着一棵大树冲击而去。怎么可能？你们怎么会发现我的位置？布阵，不要放走他。减23伤。战死在天的英灵，我们终于为你们报仇了，你们安息吧。在小老板的帮助下，觉醒者终于有了第一次的反击，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希望。此时总部派来机动战队队长白浩。黄忠实呢？马上叫他来见我。黄教官几天前去了总部。我听说你们发现了一名双属性觉醒者，将他带过来吧。白队长，这名双属性觉醒者现在不在庇护所内。这么重要的人物，竟然将他留在庇护所外面，如果被杀戮者找到，将来多一个圣境的强敌，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能，他答应过我，在我没去之前，他会保护这名少女。好一个狂妄的人，他以为他是谁？双属性觉醒者的价值足以让杀戮者出动超凡境，甚至是圣境的强者前来。你觉得别人有实力保护他的安全吗？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虽然爱钱，但是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全部都可以兑现。那我就亲自去看看，你说的那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此时白浩走进小卖部，看着超市等人懒散的样子，脸上马上升起一丝不快。叶小小，你一个双属性觉醒者，职责是加入杀伐者，而不是在这里混吃等死。你谁呀？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轮得着你来管我吗？小年纪，脾气还不小，等你到了杀伐者阵营，会明白你该干什么，把他带走。几名战境队员点点头，正准备向着叶小小走去，可却动不了分毫。是你这是什么意思？进门就要抢我妹妹，是谁给你的胆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在我的地盘没人可以威胁我。如果你觉得圣境能救你的命，你大可一试。老板，手下留情。
这小子涉事还未深，冲撞了老板，还请老板念在他是初犯的情况下饶他一命。哈哈，如果你们杀伐者都是这种鼻孔朝天的蠢货，守护人类的大旗扛在你们肩上，是不是有点可笑？该死的白浩，你嘚瑟个屁呀！极境很牛逼吗？有个超凡境的三叔很了不起，在老板面前，你三叔但凡能蹦出个屁，老子都算他是英雄好汉。老板消消气，年轻人心浮气躁，没有经历过挫折，我代他向老板赔个不是。说完，黄忠实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骆东表情一缓，老黄说的话他还是爱听的，心念一动，随后白浩从空中掉了下来。你敢杀我？没等白浩说完，黄忠实直接巴掌呼了过去，脸上浮现出了一个鲜红的手印。闭上你的破嘴！黄忠实，你特么敢打我！我告诉我叔叔，一定要他杀了你。我是在救你，如果你不想死，最好闭嘴。多谢老板手下留情，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的教育他。等等，我只是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并没有说他可以离开这里，你就随便赔个10万块钱吧，你说呢，小小？大哥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让我以后怎么办呢？我不想离开你呀。这俩货该不会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吧？老板说的是，不如这样，我向总部去申请一下赔偿，当是给令妹的精神损失费，你看如何？好，那你快去快回。小小，我觉得你留在老板身边更合适。谢谢姐姐。老板，你真帅。说完，二人就转身消失在夜色中。他刚才是不是在调戏我？涨价，必须涨价，下次他再来买东西必须要涨价20%。这个钢铁直男真畜生啊！骆东看着地上那傻了眼的白浩，挥了挥手丢进了空间。全员集合，现在是时候让你俩见一见你们的二当家了。狗子，给展示下。小子，你这几天貌似很想吃狗肉啊！你睡觉说梦话，好像要宰了我烫火锅。老板，他说话了。这就是你们的二当家狗子爷。狗爷，我就是一时心有杂念，你是老板身边的鹅，怎么办？怎么说？说是老板身边的狗，还是老板的兄弟？好拿，左右都是死，粉丝们支招吧。终于来熟人了。随后心念一动，把白浩从空间放了出来。此时两道身影出现在了洛东的超市内。老板，这位是杀伐者阵营的教习白红鱼，白浩三叔，超凡境。白红鱼先是看了站在地上一脸惧色的白浩，随即才将目光落在洛东的身上。阁下真是好手段啊！自保而已，这么做就不怕得罪整个杀伐者阵营。但是很可惜，你选错了路，不该自负到认为杀伐者会向你低头。看来你今天不是来赎人的。人我当然要带走，但是钱我不但不会给你，而你也要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说罢，一杆红色的长枪出现，赤色的火焰如同游龙一般缠绕在枪身上。白教习，万万不可呀！黄教官，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杀伐者职责是为了守护人类的火种，对人类不利的我们都应该铲除。他敢收留杀戮者，说明与我们不是一条心。为了不让他日后受到杀戮者的蛊惑而临阵倒戈，我们要做的不是妥协，而是击杀。可老板从来都没有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肃清计划也是老板出手，我们才能坚守下来，而且还提供了未知的信息。就凭这一点，他绝对不可能加入杀戮者的。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故意设套，然后将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传递给你，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杀伐者的信任？不然他怎么能清楚地知道未知的藏匿地点？但是我们不能仅凭猜测就轻易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和那些杀戮者又有什么区别？你在教训我？你百般阻拦，难不成你也被杀戮者蛊惑了不成？闻言，黄忠实内心无比挣扎，最终下定了决心。如果你非杀他不可，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老板虽然爱财，可却没有做过一件伤害杀伐者的事，甚至帮助我守城成功，还有提供信息帮助击杀2名未知。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我黄忠实是绝对做不出。哈哈哈哈！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流肝胆两昆仑。来吧，今天就是死我也要保护老板。很好，既然你决定与他同流合污，那我就以叛军之罪连你一起杀了。禁忌炎龙破空。不可能，你一个极境怎么能挡下我超凡境的攻击？那可是超凡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呀，而且还动用了禁忌，就算10个我绑在一起，也绝对是一枪毙命的结果呀！怎么挡住了？难道是小老板？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在我的小卖铺动手，更何况是你这只异类。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堂堂杀伐者24教习，你竟然敢说我是异类？你并非是怕我加入杀戮者而对我动手，相反，逼我加入杀戮者才是你此行的目的，我说的对吗？一派胡言！逼你加入杀戮者，对我和杀伐者阵营有什么好处？哈哈，对杀伐者阵营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对你好处可就大了。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凭我能找到你们的藏身地点，就这一个理由就足以让你冒险来杀我。如果把我杀了，一了百了；如果没有老黄，肯定也活不了。
到时将他的死推在我身上，到时我就会被杀伐者阵营通缉追杀，走投无路之下，只有加入杀戮者唯一一条活路。我分析的对吗？令人作呕的怪物先生。老板，你是说他是未知？呵呵，老黄，你不是有冥魂烛吗？试一下便知。黄忠实，难道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吗？黄忠实内心挣扎，最终还相信了小老板，点燃了手上的冥魂烛，瞬息火焰包围了白红鱼。很好，没想到连超凡境都无法在你面前遁形了，那就更不能让你活着了。虽然你们长得难看了一点，但不得不说智商还是在线的，难怪能在短时间内占领人类90%的领地。但是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超凡境？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超凡境了？根据我们的情报，你这年纪能迈过超凡境步入圣境行列的，仅仅只有3人，而其中根本没有你。老黄同志，你们杀伐者有点 low 啊！这么重要的信息都能被这些怪物知道。未知的隐匿能力太变态了，他们每吞噬掉一个人的时候，就能获取对方的记忆，根本防不胜防。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人类与未知100多年的对抗中，才会处于绝对的劣势。老黄，一个超凡境的未知能获得多少赏金？起码20万。老黄同志，看在你刚才拼死护我的份上，我送你一颗超凡境未知的头颅。哼，你当我是软柿子？说完就发出一道恐怖的能量，冲着而去，直奔洛东而去。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嘿嘿，不跟你玩了，去死吧！黄忠实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杀超凡境的未知跟杀鸡一样，特么的，他到底是什么境界的怪物？老黄同志，拿去领赏吧。老板，未知是你杀的，我这么做有点不太合适，不如这样，功勋值对老板无用，我老黄就厚着脸皮收下了。至于赏金，全部都归老板所有，如何？好，钱我收下。这几个未知的藏身地点就当做赠礼，免费送给你。老板，你真好，谢谢老板了。那这白号，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今天就饶了他。黄哥，老板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老板的实力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你记住一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与老板交恶，明白吗？我记住了，黄哥。那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我和老板兄弟相称，不然一个能随便灭杀超凡境的强者，是谁的面子都会给的吗？黄哥，我决定了，我要长期留在蓝氏与你并肩作战。此时，洛东看着从未知身上获得钱卡，里面足足有17万，加上掉落的那把长枪，收获满满。狗系统，给我升级！升级成功，领域扩大1000米，奖励无敌时刻1小时，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30万元。提升这么多，看来无敌领域越到后期提升效果越大。还有这个无敌卡，不就是说在这1小时之内，就算是脱离了无敌领域的范围，也不用惧怕任何人了？哈哈哈！此时庇护所大门前正站着几十名杀伐者成员，满脸凝重。黄哥，你怎么知道肃清计划是在今天？杀戮者既然能在我们中间安插奸细，我们也同样可以在他们之中安排眼线。根据可靠线报，今晚10点就是肃清行动的开始。黄教官，知道对方的战力吗？能够获得肃清计划的时间已经极为不易，至于对方会出动多少人马，暂时无法探星。黄忠实的话让众人心中一沉，这种敌人在暗他们在明的处境，让他们都笼罩了一层无形的压力。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压力，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身后有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希望。无论今天的战斗有多艰难，我们都势必要站在他们面前。在鲜血没有流干之前，我黄忠实要是后退一步，你们就用手中的刀将我的头颅斩下，悬在空中腐烂身躯，因为它不配落在这片神州大地之上。黄忠实声音如钟，仿佛一记重锤落在了所有人的心里，包括白浩在内的所有杀伐者队员，眼中蕴含着神圣烈火，身上的气息也开始节节攀升。风，你以为将他们滴血气提升到巅峰，就能挡得住我们杀戮者的大军？你的演讲完了吗？如果没有，我可以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废话少说，你的赏金本少爷要定。说完，身形闪动，疾驰而去。黄忠实就没有丝毫的犹豫，杀戮者奔去，其余杀戮者疯狂地向着大楼滚去，杀伐者一个人拼死。但是他们每个人基本都是以一敌二，短短片刻已经出现了伤亡。再这么下去，很快杀戮者就被冲进庇护所内，到时普通人就会遭到无情屠戮。白浩，帮我拖住他1分钟。小主，能不能将你们斩杀我不知道，但是拖住你们1分钟，对本少爷来说毫无压力。黄忠实身形快速地脱离了战场，向着大楼前面的杀戮者奔去。那些临近时站定的杀戮者，在黄忠实手上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片刻已经有7、8名杀戮者死在了他的手上。黄教官，你没事吧？我没。突然，黄忠实感受到杀意，
本能的迅速避开要害，但还是被划出一个深可见骨的头部伤痕。你干什么？王教官，你没事吧？我没。突然，黄宗实感觉到杀意，本能的迅速避开要害，但还是被划出一个深可见骨的头部伤痕。你干什么？姐，未知还是一名极境未知。姐，过了今晚，这座城市将完全被黑暗笼罩。放弃吧，如果你愿意为王座效命，我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一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想让我给你们卖命？想进入大楼，先过老子这一关！教官，你怎么样？这次的肃清计划我们守不住了，最后一步要由你来完成了。说完，黄忠实从怀中拿出一瓶药水给了如烟后，不要命的吞进了战场中。如烟很明白这药水代表了什么，只要将药水洒进大楼，所有人都会快速死去，这是普通人最好的归宿。一旦被未知侵入，将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因为未知不会吞噬死物。不，一定还有办法的，一定，他们不该死，我要救他们，我一定能救他们。小卖铺，如烟浑身是血的出现了在了洛东面前。老板，求求你救救那些普通人吧。洛东看着如烟狼狈的样子，目光一凝，随后在他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了然于心。时间紧迫，请老板你出手相助。外界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参与。老板，可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的了。末世之下，每时每刻都会有人死去。我不是救世主，无法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力挽狂澜于危难之中。但我是个生意人，只不过就他们所需的报酬，你现在付不起，所以我帮不了你。如烟面带绝望之色，如果洛东都不愿意出手，恐怕这一次真的危在旦夕了。想到这里，心里没有来的涌现出一丝愤怒。这个呆子，都什么时候了，还钱的，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臭男人！洛东听到如烟的心思后，一阵无语。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十指不沾阳春水，不知柴米油盐贵。没钱我怎么给你们找未知？没钱你们连泡面都吃不上，没钱我会被狗系统抹杀的。老板，我虽然没钱，但是那些杀戮者身上肯定不少。如果你愿意出手相助，那些杀戮者身上的钱全归你，甚至连赏金都可以给你，如何？那行，成交。你答应了？当然，我说了，我是个生意人，这世界一切事物在我眼里都有价值，只要你能付出足够的报酬，我可以实现你的一切愿望。你不是说你不会参与外界的事吗？嘿嘿，我不参与，并不代表别人也不能参与。赵天武，小小，老板，哥，给你们一个任务，铲除所有杀戮者以及未知，抢夺他们身。收集他们身上的金钱，就连一个钢镚子都不能落下，听明白了吗？明白，我们现在就去。等等，狗系统查询提升到战境的办法。临时提升到战境期8000块，永久提升至战境期8万块。把小小永久提升到战境。小小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一下子就从灵境期进阶成一名战境期的强者，而且还是同阶无敌的双属性觉醒者。咦，你突破了，1个月不到，直接从灵境突破到战境，就算是双属性觉醒者，也不可能这么变态吧？是老板，一定是老板。赵天武眼神火热地看着洛东，在他眼里，洛东已经是无所不能的存在了。狗系统查询突破到超凡境的方法。临时提升到超凡境15万，永久提升至超凡境150万。算了，买不起。查询击杀极境的方法。击杀极境的方法共有32842种，分别是：停，要最便宜的。劲气，清魂剑刃，可储存3道剑气，超凡境之下一击必杀，每道剑气15000块。好，就它了，剑气加满。这柄剑我留下了3道剑气，只要对方的境界没有达到超凡境，挥手可灭。你们第一次代表我的身份外出，千万不能掉了我的招牌。正所谓穷家富路，我可以天天吃泡面，但是招牌必须要立起来。杀几个小小极境都费劲巴拉的，以后谁还敢找我做大买卖？要不是系统限制，不能主动参与外界的一切事情，除非对方先动手。可这种机会毕竟还是太少了。很快，赵天武和小小跟着如烟一同离开了小卖部。黄哥，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怎么办？黄忠实似乎没有听见白浩的呼喊，眼睛里已经血红一片，意识也出现了模糊。姐，精神力枯竭了吗？我说过了，今晚这座城市必将永远笼罩在黑暗之下，谁来也救不了你了。你好，我尊贵无上的未知大人。是你是杀戮者的教宗赵天武，正是属下。你竟然敢背叛王座！背叛？如果真要说背叛，也是我背叛了杀伐者。至于你们，畜生而已。而这柄剑专杀畜生。提示，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服务员绩效挣1分，老板挣800元。赵天武咧嘴一笑，随后将目光放在了与白浩交战的2名杀戮者身上。
赵天武，你竟然敢对未知大人动手，你是活腻歪了不成？呵呵，不仅是他，就连你们也不能活着离开。就凭你，即便我二人有伤在身，但如果我们想走，你觉得你能留得下我们吗？回去之后，我一定会禀报未知大人，你就等着迎接未知大军的追杀吧。回不去了，白浩，你先休息去吧，他们让我来解决。对战2名极境已经让白浩精疲力尽，点了点头，并快速闪到一旁。他身上的这柄剑有点古怪，我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不要跟他硬拼，只要拖住他片刻，大楼一定会被攻破，肃清计划照样可以完成。一旦清除掉那些普通人，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了。给我冲进大楼，速战速决！听到命令，大楼前面的杀戮者如同分叉一样，疯狂地对着大楼发起了最后的冲击，最终终于突破了最后的防线，成功来到了大楼门前。不可能，怎么还会有一名双属性觉醒者隐藏在此处？这可是同阶无敌的存在。有这名少女在，除非再来个极境杀戮者，不然再来100个战境都会是一样的下场。快走！呵呵，你们是走不掉的。提示：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服务员绩效挣2分，老板挣1600元。随着最后2名极境杀戮者身，肃清计划再一次宣告失败。教官，你没事吧？你可千万别死啊！丫头，你可别摇了行吗？你再摇下去，我可真就活不成了。赵天武，无论如何，这次还是要谢谢你了。不用谢我，我来此是为了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你要谢就去谢老板吧。现在任务完成，我该回去复命了。赵天武和小小没有继续逗留，转身向着小卖铺的方向走去。哥，我们回来啦！老板，这是从极境杀戮者身上得到的，有20多万。哥，还有我呢。说完就从空间当中将获得的钱都取了出来。洛东一挥手，地上的所有的钱悉数飞到他空间中，查看之下一阵激动。这2人出去一趟就给我带回来40万的收入，原本还指望老黄的未知领赏，现在不用等了。狗系统升级领域，升级成功，领域范围提升至30公里，奖励无敌时刻3小时。您当前的余额为151534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200万元，请尽快搞钱。知道了。退出系统后，洛东神识疯狂地向着四周蔓延，方圆30公里内，一草一木都在他的一念之间。呀，在这儿啊！老黄同志伤得不轻啊，这不是如烟那丫头骗子吗？这么晚不睡觉，晃悠啥呢？非礼勿视，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偷看别人洗澡这件事，我是干不出来的。洛东随即把神识退出，就看见狗子2眼正放着光。你干啥啊？你看啥呢？我看看风景，不行吗？风景咋样？好看不？风景很长，也很白。我的意思是夜色很长，风景很美。你信不？你说呢？洛东心念一动，直接掐断了狗爷与庇护所的联系。可惜了，差一点就看到了。几天后，黄忠实和白浩走了进来。哟，老黄同志升了呀！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老板。任命书今天一大早已经传了过来，托老板的福，荣升教习。只不过那只极境未知的赏金还没有批下来，所以还得老板多等几天。没事，不着急。老板，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知不知道其他未知的藏身地点？当然有，不过你好像没钱了。黄忠实尴尬地笑了笑，随后他的目光看向了旁边的白浩。黄哥，我的钱也不多了。别废话，给我！钱重要还是未知重要？白浩极不情愿地掏出了自己的钱卡，一脸心疼地放在黄忠实手上。你这叫钱不多了，15万在你眼里不是钱吗？我是想着攒够30万，然后向总部购买1粒神力胶囊。神力胶囊那玩意儿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神力胶囊那是什么鬼东西？老板，神力胶囊是由人类顶尖的强者凝练的一种宝物，有几率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不过这些都是财阀的玩物。我听说王家的公子哥依靠神力胶囊的从灵境提升到了超凡境，花了5000多万。特么的，5000多万！我用系统培养一名超凡境的觉醒者，顶多200万不到，这可是一条商机啊！既然几率这么低又贵，为什么还要去尝试呢？回老板话，觉醒者想要突破者有2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依靠神力胶囊，第二种就是在战斗中提升境界，只不过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能达到的高度也不同。我虽然被称为天才，但是比前10的战队差得太多了，所以才想着用神力胶囊碰碰运气。嘿嘿，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什么办法？我就是第3种办法。主人失败了，又失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第2次计划失败了。是的。你知道这么多年来肃清计划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失败过吗？不知。因为肃清计划开始之前会有详细的情报出现在杀戮者总部的办公桌上，记录着杀伐者守城名单的人数和境界，所以每次才能百战百胜。
如今计划连续2次都以失败告终，看来这座城市出现了变数。走，子林，我们去逛逛。如烟姐，你是不是喜欢我哥？胡说，谁喜欢他了呀？谁会喜欢一个天天就知道钱的？你看，你脸都红了，还说不喜欢。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老板。我只不过是欣赏他的实力而已。对，就是欣赏。姐姐，你欣赏他也不用天天换衣服，这些天你都换了88套衣服了吧？停，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怎么这么八卦？看我不将你的屁股打烂了！二人嬉笑打闹间，街道上缓缓走来2道人影。如烟停下嬉闹的脚步，警惕地看着出现的2人。你们是谁？2位不用紧张，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路过此地，有些饿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你们是饿了吗？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满足你们的心愿，只不过你们有钱吗？有一点。那就好，那家伙只认钱，跟我走吧。老板，我给你带回来2个客人，我是不是很厉害？从进门开始，洛东的眼神一直注视着2人。呵呵，你确实真的很厉害。姑奶奶，你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您就是老板？当然，如假包换的。老板，你这店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美食，竟然还有牛排？呵呵，只要你有钱，你可以吃到任何你想吃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来1盘饺子，要猪肉大葱馅的，再给我来1瓶烈酒。可以15000块。青年没有犹豫，直接就把钱卡给了洛东，随后就坐在桌子前。不一会，1盘饺子和酒就端在了青年面前。真香！太久了，久到我都已经忘记了这种味道。老板能陪我喝一杯吗？可以，不过酒钱要算你的。哈哈哈哈，无妨，那是当然。随后，洛东坐到青年对面。老板，这2次的守城与你应该脱不了关系吧？这种小事不应该是你关心的吧？你知道我是谁？以你的身份，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如果被杀伐者知道，恐怕他们就算是倾巢而出，也要势必将你留下。洛东话音刚落，青年身后的那名女子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意。子林，别动气，老板，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500万，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哈哈，算了，在我眼里，我的身份还不如这盘饺子珍贵。不过这段时间未知的藏匿地点被人频频发现，想必也是阁下的手段。我只是一个商人，既然有人出钱，我岂有不赚的道理？那如果有人要买我命，阁下会不会卖呢？当然，凭你的身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哼，既然如此，我就先杀了你。再向前一步，你必死无疑。如果是我呢？你也是一样的下场。对方明明知道我的身份，依旧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这说明这个小卖铺的老板要么是个傻子，要么就是根本不屌我。子林退下。他既然知道你的身份，以后必是隐患。你这一步踏出，可能连我都救不了你。再一个，神境巅峰强者面前展露杀机，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老板是我唐突了，对不起，在下李冠杰。洛东。正在这时，黄忠实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老板赏金到了，哟，老板有客人啊！2位看着不像是蓝氏中人啊。我俩只是路过此地，实在是太饿了，幸亏遇到了老板。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遇到老板也真是走运，他人很好的。随后拿出一张钱卡，递到洛东面前。老板，这是那只超凡境未知的赏金，20万分文不少。老黄同志，看来这一次你收获颇丰啊。这得多谢老板之前提供未知的信息，不然这些东西还真不好找。老板能不能再提供一些未知的信息？32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未知的分巢的情报。32万，老板不会连我最近杀了多少位置，得到多少赏金都知道吧？也太巧了吧！好成交。随即，洛东就把情报给了黄忠实。老黄同志，想不想一夜暴富？想。我有杀戮者手作的所有信息，只要你能向总部申请1个亿，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现在的位置，机不可失，考虑考虑。你个老六，就这么当着我的面把我卖了，你个不要脸的货！臭不要脸！老板说笑了，先不说我没有1个亿，就算是和总部申请，也绝对批不下来。杀戮者手作，那可是人类巅峰战力。老板，这个买卖我做不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李冠奇就在旁边，可以直接省下系统查询的费用。老板，这次的信息有点难度，我需要找几个帮手，先告辞了。哈哈，小兄弟，后会有期呀。会的。随着黄忠实离开，小卖铺再次陷入了短暂的沉寂。老板，你还真是说到做到啊！可惜了，你这块蛋糕太大了，杀伐者现在还吃不下。那是不是说明我的身份在你这儿暂时还是安全的？商人自然是以利益为主，没钱赚的事情，我自然懒得去做。老板手段通天，这世界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唾手可得，为什么偏偏执迷于钱呢？小梨子，这你就不懂了吧？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如果没有了追求，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就连那些怪物都在努力向着2级文明进化，更何况我们这些刚刚踏入1级文明的人类呢？你说是不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我无所不知。我无所不知。既然老板知道了2级文明的事，那可知未知降临的原因？狗系统查询未知降临的原因。简略信息100万，详细信息5000万。300万，
我告诉你未知的来历。李冠奇二话不说，300万直接给了骆东。看着突然出现的巨笔，骆东感动到落泪。这才是大手笔啊！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取代了黄忠实的位置，成为我心中的榜一大哥。骆东回过神，向系统换取信息后，继续说道：未知原本是另一个星球的2级文明生物，但是在100多年前，他们的领地遭受到了另一种2级文明生物的侵入，在经过漫长的战争以后，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进行集体迁移到地球。只不过他们元气大伤，文明的等级也倒退成了1.5级。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得以苟延残喘的存活下来。从骆东的口中得知这些信息，李冠奇感觉到震撼无比。原来是物种入侵，但是一定要清除掉所有人类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我们自己的古话，但是对未知而言，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这次出行能够遇见老板，也算是不虚此行了。饺子也吃了，酒也喝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改日再来拜访。说完，迅速消失在了小卖部。狗子，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什么事？我想说的是，如果无敌领域对上真正的2级文明生物，还能不能做到无敌？就这破事，什么是无敌领域？一切的规则、本源、力量形态都逃脱不了系统空间的制裁。一个破2级文明，就算现在有个10级文明站在你面前，你想将它搓圆就搓圆，想捏扁就捏扁，开玩笑，跟我这闹呢？特么的，有这样牛逼吗？这不就是修仙小说中描述的天道吗？天道那是什么垃圾？等你以后将无敌领域升级到一定等级，你就会知道，小小天道，区区芥草。哈哈哈，无敌吗？那就一直无敌下去吧。司令，你干什么？找那黄忠实。不知者无罪，而且那人和老板的关系看着不错，万一你要是杀了他，得罪了那位老板，可就得不偿失了。你在怕小卖部的老板吗？他的实力绝对在我之上。可就算他是神境，但是仅凭他一个人，也绝对不可能与杀伐者抗衡。我在乎的不是他的实力，而是他可以探知未知的能力。难道你想借他之手？一旦未知的肃清计划成功，将杀伐者以及那些普通人清除干净，接下来肯定会对杀戮者动手，与虎谋皮，终将造成虎口。既然如此，未知为什么会培养我们？凭借他们的力量，足以将人类彻底灭杀在星河当中。人类有无数种方法能够灭杀这些低等级的生物，但最后还是选择养了猫，因为他们怕脏、嫌恶心，不愿意亲自动手。在未知面前，人类就是渺小而又讨厌的老鼠，我们就是那只猫。一旦老鼠被清除干净，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也是我为什么从不参与杀戮者计划的原因。那为什么不阻止杀戮者的计划？猫存在的价值就是抓老鼠，一旦失去了这种能力，未知必然会亲自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人类能坚持多长时间？1个月还是1年？所以这是你的缓兵之计。但是很可惜，100多年过去了，人类还是没有丝毫的胜算。可是你做的一切都不会有人知道，也一定会被上千国骂名的。就算被上骂名又怎样？如果真的能够换来一片蓝天，这个锅我李冠奇背了又如何？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以前没有办法，现在吗？不一定了。什么办法？难道是那个小卖铺的老板？不知道，但就凭他能够找到未知，这种能力绝对是未知所有计划里面最大的变数。或许我身上的破局之法也在他身上。那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一切照旧。庇护所内，睡得正香的黄忠实被铃声响起，迅速起身接起了电话。蓝氏，黄忠实，一名杀戮者圣境强者正在前往蓝氏的路上，预计10分钟之后抵达。速撤，速撤！杀伐者和杀戮者的圣境强者不是都在中区战场相互制约吗？怎么会来北区呢？这么大的一条漏网之鱼，难道总部就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吗？黄忠实满脸紧张，10分钟太仓促了。杀伐者还好说，关键是普通人在10分钟里根本没办法全部撤离。他们在和我们打时间差。当总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名圣境杀戮者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最近的一名圣境强者赶过去也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信息总是比杀戮者慢一步？20分钟差就足以让那名圣境杀戮者夷平整座城市。我怀疑我们高层之间有……通讯器另一端开始沉默，大概过了30秒后，声音再次响起。这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将损失降到最低。一旦那名圣境杀戮者降临，所有人都会死。好，我知道了。不多时，庇护所的所有人员已经到达广场。危机情报：一名圣境杀戮者正在赶来蓝氏的路上。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带领普通人安全的撤离。我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黄哥，消息准确吗？10分钟根本完成不了这么大规模的撤离啊！无论消息是否准确，我们都不能拿命做赌注。教官，要不我们去找一下小老板，万一他有解决的办法呢？黄忠实轻叹一声，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洛东，但是洛东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过他们，外界的事情他是不会参与的。当然，除非你有钱。而且这一次来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圣境强者，万一小老板对付不了，岂不是害了他？
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依仗老板，有些事情终归还是需要我们自己面对。而且一旦老板没办法应对圣境强者，那就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小老板对我们不错，我们也不能害了他。全体都有，所有物资全部舍弃，每人带领3名普通人迅速撤离。所有人没有迟疑，正准备动身，但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强大的威压。想走，你们是走不掉了。